为什么大概差不多这样的模糊语言的态度到今天还依然存在，还是这样排斥精确？为什么承认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说诚实正直的品性才会真正带来开创型的创新？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漠视精确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漠视精确。中国人给外国人的第一印象是千人一面，他们的相貌似乎出自同一个模子，穿的总是蓝色，眼里无神，好像发直了一样，辫子像是同一个豆荚中的两粒豆仁一模一样。但是无论把中国人说成是怎么样，即使是最不善于观察的旅行者，只要略加体验就会发现，所谓中国人是千人一面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两个地区无论多么靠近，口音上都存在着有趣的莫名其妙的差异，而且地区之间相隔越远，差异就越大，以至于形成不同的方言。经常有人告诉我们，中国人的语言写起来都一样，说起来却大不相同。我们常常想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有同样的差异。按照中国人流行的说法，10里之外不同俗，这种事例随处可见。然而最常见的是计量标准上的差异，而在西方国家，绝对不变的计量标准才能保证生活的舒适。任何双重标准对西方人来说都是令人烦恼的，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乐此不疲。2种货币单位，2种重量单位，2种度量单位，这些对他们来说似乎很自然很平常，不必予以反对。向一位卖肉馅汤圆的人打听每天做多少这样的汤圆，他回答说大概100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能做成多少汤圆，这个问题只能留待询问者自己去猜想。同样，向一位农民打听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如果他给出的数太低，相差太大，他会解释说这个数不包含骨头。问一位职员身高是多少，如果他给出的数与他的实际身高相差的太离谱，经过查问，他会承认他给出的数没有把头部算在内。原来他曾当过兵，在部队分配挑担时，人的锁骨的高度比较重要，因此说自己的身高时一直就没有把头部算在内。这次他是疏忽了。一位乡下人的计量方式就不同了，他硬说他的家离城90里，但经过盘问，他承认没有那么多，他说的是往返的路程，实际距离是只有45里。在中国，计量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事例是计量铜钱的方法。铜钱是这个国家的唯一的货币，各地都采用10进制，这也是最简单的计量方式。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一串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所预想的100个铜钱，除非他特地地算一下。他不比走遍18个省份的绝大多数地区，就会发现一串钱的数目各不相同，而且无法解释。按道理一串就是100个铜钱，但事实上从100至99、98、96、83，如山西省省会，直到直隶东部的33，各种数目都有。或许有些地方可能更低。银子买卖中的称量也是这样，甚至更为严重，各地的两都不一样，除非是巧合。这种情况把外来人搞得稀里糊涂，除了那些专门买卖银子的人外，谁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特别是会给那些老实人带来无尽的烦恼。这种货币混乱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眼下关心的只是存在的事实。所有各种计量都有同样的混乱，一个地方的斗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斗。如果在粮食征税中总是采用这种斗，那么就很容易在那些不像中国人那样忍气吞声的民族中引发政治动乱。至今为止，全世界都是1品托是1品托，1磅是1磅，而在中国却是1斗不是1斗，1斤不是1斤。这种混乱居然还有道理可言，而且到处还可以看到纯属随意武断的标准。例如在盐业专卖中，比如把12两叫做1斤，购买者买的是16两的1斤，得到的却只有12两，而且还是公开这么做的。
同行的商人也都这样。据说这不是欺诈，只不过是盐业买卖中的老习惯。百姓们完全清楚，土地的丈量中也普遍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在某个地区，1亩土地只相当于其他地区的一半。如果有人碰巧住在边界线上，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准备2种丈量土地的工具，以分别用于不同的田亩制。要知道每斤粮棉的价格，仅凭现有的报告是很不可靠的。正像到中国旅行者经常做的那样，还必须首先弄清楚这里的斤是指哪一种斤。同样，如果每亩的粮食产量不能仅凭现有的统计数字，还必须弄清楚这里的亩是哪一种亩。在计量路程的距离方面，也普遍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每位到中国的旅行者都会有这种体验。在陆地旅行中，如果路程是以里计量，那么就很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里是不是指的大的里。我们并不否认这样计量路程有某种根据，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计量既不精确也不统一。据我们所知，人们普遍感觉到，一离开宽阔的国道，里就变长了。如果在国道上每天能走120里路，那么在乡村的小道上，满打满算也只能是每天走100里，而在山区就只能是每天走80里。此外，测算路程的长短往往不是根据实际的绝对距离，而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甚至中国人也不否定这一点。因此，若是说到山顶有90里，实际的里数还不到一半，而中国人还强词夺理地硬要坚持，理由是走这段路程的困难程度相当于在平地上走90里。还有一件与测量长度有关的稀奇事，即从 A 到 B 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 B 到 A。在中国，欧几里得的假定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已经不起作用了，需要插入一个否定词加以修改。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有一段路根据里程碑显示，从北到南长183里，而从南到北却是190里，真是太奇怪了。无论你走几趟，也无论多么仔细地去看里程碑，事实就是这样。在写这段之前，我们已经在巴伯先生的《中国西部之行》一书中看到过类似的事例。比如，我们说两地间的距离是根据两地一来一往的人们所估算而定的，这样个人给出的数字当然不会相同。从 A 到 B 的人都说是1里，而从 B 到 A 的人却都说是3里。当地一位有知识的人解释说，运费是按照里计算的，显然上山时苦力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若是按照路的坡度来计付报酬，那是很麻烦的。为了方便起见，就把难走或陡峭的路说得更长一些。原来如此，眼下这些约定俗成的里程数，就是旅行者一定想弄明白的。但是我反驳说，按照这种说法，雨天也肯定要加长里程数，晚上的里程数要肯定比白天的更长。很对，是要多付一些钱才行。这种做法对当地人来说可能是方便的，但旅行者却会不断遇到麻烦。像这样估算路程的事还有，平地上一法定里被说成2里，不是很陡峭的一段山路，1里说成5里，很陡峭的山路1里说成15里。一位云南的山里人，他老是少算了平地上的路程，但是他所在的山里就没有这样。以后的旅行者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只要不是很陡峭的山路，他肯定会把5里说成1里。在利特尔先生的《长江三峡之行》一书中，他说有一段水路顺流而下时说成90里，而逆流而上时却说成是120里。他估计是 3.62 里相当于1法定里，或者说250里相当于1纬度。与此类似的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也不成立，尤其是在河道航行中。你通过打听知道到前方的某一地点有40里，然后你通过更细致的分析，你才知道这个40原来是2个18，4个9是40，不对吗？这种说法会让你哑口无言。照此说法，3个18就是60。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政府通信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跑完规定的路程，他为自己辩解说，这个60里是大里，由于他的申辩合理，他的上司下令测量这段路程，结果发现实际是83里。从那以后，
就一直按此计算。分布在一座城市周围的几个乡村，离城里从1里到6里不等，但每个村子都可以叫3里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据估算只有1里的路程，如果道路两旁有房子，就会被说成是5里，而且每个村民都会认真地向我们保证，这条街确实是那么长。在这些情况下，个人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制定标准，大可不必为此大惊小怪。造秤的人徘徊于街上，根据每个客户的偏好，在秤杆镶上称星。每个买卖人至少有2种秤，一种是用于买的，另一种是用于卖的。他们不买现成的秤，除非是杆旧秤，因为情况在变，秤的标准只能根据每个买卖人的需要而定。在这里加一句，一直到今天，在菜市场里，即使用上了电子秤，大多也是可以调节的。7两秤甚至是6两秤依然还在，只要在电子秤上输入他们自己知道的数字，就可以把秤变成7两秤或者6两秤。这也是我分享这本书的原因之一。今天我们用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等所谓先进的科技，可是中国文化中的很多内核依然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文化内核一样，一直都没有改变，还是那么喜欢玩阴的，还是那么不诚实。好，回到这本书，说人的年龄大小也是如此，其中尤其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凭着一个人出生年的动物属相，就能轻易地推测出这个人的年龄，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说一位老人有70、80岁，其实是去年才满70岁。事实上，在中国，一过70岁就是80的人了。如果想弄得准确，就必须减去这个常数。即使一位中国人说出他的准确年龄，所给出的也只是下一个春节后的年龄。用10为单位计算岁数的习惯根深蒂固，并且搞得很模糊。一些人是10、20岁，没几十岁，或许好几十岁。在中国，严格准确地说出年龄是非常少见的事。这种模糊还延伸到百、千和万。万是中国人计算的实际限度。对于比这些笼统说法更加准确的表达，中国人并不感兴趣。一位熟人告诉笔者，有2个人花了200串钱看一场戏，后来又补充了一句，是173串。不过，这与200串是一样的，不是吗？一位绅士及其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后要回国时，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2副卷轴，是要分别转赠给他们夫妇各自的老母亲。因为父亲都已经去世，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恰好同岁。2个条幅上的题字分别是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每个条幅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其中一个条幅上的小字恭贺受赠者享受了70年的富贵，另一个条幅上则赞美贵夫人享有60年的荣华。夫妇俩在对这2副卷轴大加赞赏之余，其中一位战战兢兢地问道，为什么明明知道2位母亲是同岁，却还要说一个是70，另一个只有60呢？得到的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回答。如果每副卷轴上都是写上70年，那会显得作者太缺乏想象力了。中国人讲究社会连带关系，这对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是致命的。一位打官司要求咨询的人告诉笔者，他住在一个村里，但从他的口述中，我可以明显知道他的住所是在城郊。经过查问，他承认眼下是不住在那个村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才发现，他19代之前就已经搬出该村了。问他，你难道不认为你自己现在是城市居民吗？他简单地回答说，不，我们现在的确住在城里，但我的老家是在那个村里。还有一个人曾经要求笔者去看他村里的一座古庙，他骄傲地说，那座庙是我建的。经过进一步调查才发现，那座庙建于明朝的某个时期，距今已有300多年。当时那个我只存在于可能语气之中。学习中文的人最初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找一个满意的词语表示自己的身份，以区别于他人。中国人的整个思维都与我们所习惯的不同，他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西方人为什么会有把一切都弄得准确无误的癖好。中国人并不确切知道他的村子里有多少人家，他也确实不想知道。他始终不能明白那些想知道这个数字的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只有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而没有准确的数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
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不仅表现在数字的运用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字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要弄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所用的错别字比正确的字还要复杂，说明写错别字不是为了贪图简便，而是由于人们日常不重视精确性，文字书写的不准确，更大量地表现在常用字中。有些字经常用同音字来代替，出现这种错误，或者是由于不认识这些字，或者是因为马马虎虎。漠视精确在书信的称呼上更是表现得一清二楚。中国人家信的称呼是用醒目的字体写的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贤弟大人等等，一般不写出大人的姓名。中国人非常讲究实际，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对自己的名字却满不在乎。像这样的民族实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名字一会儿写成这样，一会儿又写成那样。我们看到名字，但并不知道是谁，还要问一下。最使人弄不清的是，同一人常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原名、他的号，甚至还有科举考试注册时专用的名字。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常常把一个中国人误认为其他人。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时会有2、3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并不是一个比一个更恰当。如果一个名字有了别名，他们可以互相交替使用，在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在平时交谈时可用别名，甚至也可以把别名当作形容词，与原名一起组成一个复合名。中国人缺乏类似于化学分子式那样绝对需要精确的教育，这是令人遗憾的。中国的第一代化学家也许会因为把没有几十个微粒的某物与好几十个微粒的另一物混在一起，而少了许多数字，造成预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中国人完全能够像其他民族一样，学会对一切事物都非常精确，甚至更加精确，因为他们有无限的耐心。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目前还不重视精确，他们还不知道精确是什么。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有2条推论。推论1，在我们考察中国历史档案时，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模式精确这一特性。我们采用中国人所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很容易使我们自己受骗，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精确。推论2，对于中国人所提供的关于统计数字以提高其权威性的各种材料，必须留有很大的余地，整体并不大于部分之和。然而，中国人的统计数字却相反。当我们审查完中国人的一份统计数字后，就立刻会像一位聪明的苏格兰人，拿着一部很现实的不确定大法，对美国最高法院说，这里有对案件的最终的猜测。后续的是翻译者的评论部分。这一段写得甚好。一个中国人的时候，黑的是黑的，白的是白的，狗熊是狗熊，兔子是兔子。2个中国人可就不一定了，黑的可能是白的，狗熊可能是兔子等等。3个中国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了，那答案也就会更加复杂。接下来的话可能有点刻薄和涉及中国人人性的本质部分了，有些人会很不爱听。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和其他文化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崇尚正直、赞赏诚实的人性和品格的。那么什么时候中国的文化变成了事实无关紧要、诡辩成风、指鹿为马、混淆黑白了呢？漠视精确只是表面的无关紧要的现象，而虚伪、阳奉阴违、不诚实、不正直，何以深入了这个民族的灵魂了呢？前面谈到了度量衡，有趣的是秦始皇做的一件事，就是用强权推行度量衡统一。秦始皇暴君也，楚民或者其他诸侯国的子民都有自己的尺度，为表忠于以前的国家，只好背地里和他对着干。这似乎为这种行为增添了某种正当性，于是久而久之，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对上一套对下一套的记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集权专制史，从来就不缺少暴君和专制，从来不缺少被迫害和被压抑的日子。起初也许是度量衡，到后面几乎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要和社会对着干，不管表面唱什么调，吹什么号，自己跟着合唱就是了。但是他们的内心不曾改变。到了后面，几乎任何社会准则、任何宗教、任何道德、
任何信仰等等，都由他们的诡辩哲学那一套来对付了。这是顺民的叛逆心理和求自保的手段。如果外国人知道赵高的指鹿为马的故事，也许就会知道，中国人有的时候撒谎不是为了利益，只是为了自保。自保面子是小，保住饭碗，保住脑袋是大。就是天塌下来，也比不上丢了饭碗、丢了脑袋是大。所以他们必须如此去做。如果再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独裁史，尤其是元朝、清朝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中国人为什么骨子里浸透着漠视社会通行的规则和尺度等等的基因。最低的限度就是自保，有权势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模式、标准、尺度冷漠待之，不思考，没主见。说是黑的没问题，就是黑的；说是80里没问题，就是80里。然后就是贪婪追逐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之前被压抑的自己的观点和主见就冒出来了，时时浸透着反社会的倾向，反对社会通行的一切规则和标准，歪曲事实，混淆黑白，曲解一切，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中国人披了模式精确的皮，以不真诚、不诚实闻名天下，只是因为骨子里的畏惧强权、贪图利益，没有信仰，无所畏惧罢了。不诚实，睁着眼说瞎话，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样的人都具有反社会特性。因为语言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如果某个人在语言上从词汇标准的定义，就只愿意接受自己心里想的，如果外面强大的势力来了，只好阳奉阴违一下，那么这样的人心里或多或少是扭曲的，自我封闭的。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的社会性很大一部分来自语言。如果语言连基本的词汇也可以冷漠视之，久而久之，这个人就好比一个动物披着人皮，语言之于他只是攫取利益和自保的工具，或者任由其在大脑里面划过，自己的最内心的部分实际上却无动于衷，不过围观罢了。中国人外表外向，内在实际上很自我封闭和内向。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步入现代社会了，而中国人这种自封建专制时期形成的这种本性，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消除掉。这也是塑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最大因素。我算是一个很大的书呆子了，我扪心自问，有时候我也会做作演戏，有的时候也会嘴巴说什么，心里却不大在意，实际上只是敷衍。至于说到为了利益撒谎和欺骗，很明显很严重的还没有，自保的倒是做过一些。中国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复杂性多少是中国人自造的、自找的。说到改变之道，首先是科学上的事，绝对不能造假。目前中国科学界因为利益自保饭碗作假的太多了，因为政治上的干预，科学界阳奉阴违的太多了。这就是我国目前科学创新性几乎没有的原因。如果连黑的是黑的都不敢承认，还谈什么科学？其次，我希望国人对待自己的亲人不要撒谎，绝对真诚。相信我，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你对你的亲人撒谎了，你的亲人都会有一种被玩弄的感觉，这是非常有损亲情的。最后，在社会上，将来中国民主的判断标准，就是每一个人能不能把自己内心的话说出来，而不受影响和惩罚，即使是对所谓的权威和上司。当然，犯法的人身攻击、诽谤等除外。这里说的是真诚的态度和正直的品格。人是正直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这样说道：政治塑造人性，人性影响政治。小孩子从来都是有什么话说什么，从来都是正直诚实的。是故我们有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训。而在这里我试问诸君，我们的人性何以扭曲到这种地步？为什么政治的本性、政治制度不去改变，却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扭曲人性，来适应这个政治制度的本性？在这里加一句，这就像我开始更新这个频道的第1期视频里所说的，文化塑造人的心理、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等等，而人的心理、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这些沉淀下来，结晶成文化，这两者是相互激发、相互为对方提供养分的。好，回到这本书，时代变了，封建专制的时代过去了，听从老子言，请如孔子愿，顺了自己的天然本性，再回先秦那文明的时代，那是我们的源，也是我们的根。强大不在于你跌倒了多少次，
而在于你爬起来多少次，更在于不管经历了多少坎坷和磨难，你总能恢复原样。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末世精确》这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